你是否会长时间使用电脑跟手机，或者习惯画眼妆、种睫毛、戴隐形眼镜呢？要注意，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都有可能导致干眼症上升哦。很多人认为干眼症就是眼睛干涩、疲劳。其实干眼症的症状表现是很多样化的，像眼睛红啊、痒、刺痛、异物感、灼热感，眼睛可能会有黏黏的分泌物，甚至有些病人没有分泌物也会觉得黏黏的感觉。那对外在刺激，他会觉得比较敏感，对光线敏感呢，他会有畏光的情形；对风烟敏感，甚至吹到风就流眼泪。有些病人呢，甚至没有这些刺激，他会没有理由的流眼泪，我们称为这个叫做反射性的异泪，甚至呢会影响到视力，会觉得视力模糊。干眼症是一个多成因的慢性疾病。像用眼习惯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比方说我们看3C的时间太久，长时间的开车啦、看书啊、阅读，时间太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忘记眨眼睛，甚至没有完全的眨眼，就像雨刷刷一半一样。所以呢，它会造成我们的泪水的蒸发过度，提高了干眼的风险。环境也是一个因素，长期待在冷气房，冷气房里面湿度低，会让我们的泪水蒸发过快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待在冷气房里面一整天打电动、玩3C，这种双重因素的夹击呢，所以造成干眼症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。长期戴隐形眼镜，隐形眼镜戴太久会影响到我们泪膜的品质，造成干眼。眼周的清洁不当比方说画眼妆啊、种睫毛，如果呢卸妆的时候或清洁不够彻底，就可能造成睑板腺的堵塞、感染发炎。乱点眼药水，很多外面贩售的眼药水、人工泪液，它可能含有比较劣质的防腐剂，长期点用呢，有可能让我们干眼的症状更加的恶化。干眼呢，它可能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，刺痛啊、异物感啊、灼热感啊、粘稠的分泌物啊、干涩、疲劳等等。那这些症状呢，可能3天2头的发生，甚至每天都会出现，会影响到病人日常的生活、情绪，甚至是工作效率。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视觉品质，会觉得视力模糊，因为我们的眼表、角膜的表面需要有润滑，如果泪水太少或者分布不均匀呢，它会干扰到光线进入眼球的折射跟聚焦的作用，它会导致角膜的损伤。长时间不治疗，角膜呢会常常的破皮啊、发炎啊、溃疡，除了会增加感染的风险，还会导致角膜变性变浑浊，造成不可逆、永久性的伤害。这时候就不是点点人工泪液可以解决的了。通常我们要先确认这个干眼症是什么类型，它是缺水型、缺油型还是混合型？根据统计，缺油型跟混合型占所有干眼症的86%，所以这种睑板腺功能障碍的人比我们想象中多得多。一开始呢，我们会选用人工泪液，也可以使用泪管塞子。如果有发炎反应，我们会使用抗发炎的药物，像抗生素、类固醇的药物，或者特殊的免疫调节药物。最后我们要提到脉冲光，脉冲光它是直接作用在睑板腺，所以它可以从根本解决睑板腺的问题，所以对于缺油混合型的干眼有非常明显的疗效。眼科专用脉冲光，它是一种脉冲光科技 OPT， 在2021年的时候，它通过了美国 FDA 的认证，专门用在治疗干眼症。根据国际期刊的显示呢，这种眼科专用脉冲光对于缺油和混合型的干眼确实有很明显的疗效。它可以软化我们睑板腺里面变质、粘稠、阻塞的睑脂，
让它顺利的排出或者被挤出，保持睑板腺的畅通，还可以改善发炎因子带来的异常血管的状态，甚至呢可以抑制或杀死眼睛周围的细菌或者螨虫。所以只需要短短的5到10分钟的治疗时间，就能明显的改善干眼的症状。治疗后1周左右，我们要特别加强眼周的防晒保湿。防晒呢，我们可以在眼周涂抹防晒乳霜，戴太阳眼镜、帽子。有人以为打完脉冲光就可以一劳永逸，其实呢，治疗以后还是要注意平常眼睛的保养，才不会让干眼症复发哦。